天气越来越冷，这要是搁以前，我肯定早早就钻被窝里了。但是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睡眠自由成了一种奢侈。当晚睡成为习惯，它不只是从原来的10点睡推到11点这么简单，而是会让你不停的妥协。11点半也就晚半个小时，12点好像大家也都没睡。你像我就更严重，虽然到点躺床上了，大脑还在放社会摇，我脑袋里在开 party， 不晃都不行。结果第二天眼神迷离，精神恍惚，跟个二傻子一样。有没有小伙伴跟我的病症一样的？可以弹幕1，我知道不止我一个。根据亚马逊中国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1%的人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60%在深夜11点到凌晨1点入睡，而且46.61%的人早上7点以前就得起床，不管你想不想起。2013年中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长是8.8小时，到了2018年已经缩水成6.5小时。我就感觉我的作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今天咱们就聊聊人为什么要睡觉，熬夜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怎样才能睡个好觉。人为什么要睡觉？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早就想过了，还总结了一个词叫昼夜节律，也就是生物钟。它就像一个闹钟一样，大约24小时为一个周期，控制着人体的内部系统。人们像是被设定了程序一样，入睡、醒来、分泌激素、体温变化，都按照这个节奏周期性变化。但是人能否改变昼夜节律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世界公认第一位系统研究睡眠的专家克莱德曼在1938年做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实验。他计划把昼夜节律延长至28小时。为了排除正常生活环境的干扰，克莱德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把实验地点选在了肯塔基州的蒙马洞穴。这个洞穴长达600公里，常年保持恒温12摄氏度，而且永远不见日光。他们2人在洞里架设了桌椅、洗漱台，为了避免老鼠爬到床上，又用铁架把床吊起来，架子的每个支架还用铁桶围了起来。听着就瘆人，对吧？更别说在里面睡觉了。就这样，2人按照每天28小时的作息，人为控制光照，模拟白天黑夜，坚持了整整32天，但结果没能如愿。理查德的作息和体温虽然能够适应28小时的周期，但每次规定睡眠时间到来之前，他就已经昏昏欲睡。克莱德曼的昼夜节律更是始终保持在24小时。既然外界条件不足以改变昼夜节律，那如果人体自己坚持打破生物钟，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美国学术杂志 Sleep 发表了这样一项实验，他们从医院抽取了20名医生，分为2组，一组前一天值了夜班，另外一组是正常休息的。然后第二天让他们在5分钟内观看显示屏里的图形，出现圆形就按一下按钮，圆形会随机出现90次，很简单对吧？但也无聊到容易让人犯困。实验结果显示，有正常睡眠的医生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但值夜班的医生会有3-4次数秒内对图形毫无反应的现象。这个状态被称作瞬间睡眠，是大脑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御反应，每次1到10秒。经常熬夜的小伙伴可能有所体会，就像突然断电了一样，没有任何意识，所以这种防御反应很可能好心干坏事儿。如果一个人在高速上瞬间睡眠了，5秒钟可能就飙了100多米啊，那眼睛一闭可能就真的是睁开了。也就是说，咱们只能适应昼夜节律，而没办法让他听你的。不管是谁，大致都按照这样一个节奏过完24小时。晚上9点，身体开始分泌褪黑素，慢慢积累睡意，到凌晨2到3点睡眠最深，凌晨4点体温最低，早上6点半血压开始上升，7点半停止分泌褪黑素，晚上7点体温最高。肯定有小伙伴会说了，自己晚上11点真的没有困意，就是把自己摁到床上也挡不住思绪在蹦迪。这个不用担心，睡眠革命中提到了2种睡眠类型的人，一种是喜欢晚睡，就像猫头鹰，另外一种喜欢早起，就像云雀。生物钟的时间因人而异，但尴尬的是上班时间不能自己做主啊，所以猫头鹰类型的人就很憋屈，起不来也得起，强行装云雀，而且经常被贴上懒的标签。熬夜的危害有多严重？如果我只是说熬夜会导致脱发、高血压、加速衰老还老年痴呆，好像并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这些结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一般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再加上侥幸心理的作祟，谁都觉得自己是幸运儿，但事实上熬夜的危害谁都逃不掉，睡眠的负债只能由肉体身体来偿还。1. 变丑。小伙伴们可不要看到自己帅气或者漂亮的脸庞就觉得自己熬夜不是问题，相信我，你们完全可以比现在更英俊潇洒。皮肤细胞的生命周期大约是28天，也就是每28天就换了一套皮肤。但是对于熬夜的人来说，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变慢，导致皮肤营养供给不足。这个营养就是胶原蛋白。皮肤细胞产生的3型胶原蛋白出生即巅峰，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逆的下降，原本圆润饱满的脸会逐渐干瘪，出现皱纹。问题就在于熬夜会导致3型胶原蛋白加速流失。英国伦敦一所睡眠学校做了个实验，一位志愿者连续每天睡8个小时，他的脸是这样的，然后他连续5天每天只睡6个小时，他的脸就变成了这样。这只是连续5天的结果，如果长期如此呢？我看了看自己的脸，至少是连续2月的结果。2. 变傻。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在2019年拍下了人类睡眠时大脑清洗的过程，红色是血液，
蓝色是脑脊液，血液周期性的大量流出大脑，脑脊液趁机涌入，消除毒素。消除的毒素包括导致阿尔兹海默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阿尔兹海默病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你可不要觉得老年痴呆只有老人才会得，如果在65岁之前发病，就是早老性痴呆。科学家让13个人戴上脑电帽，在核磁共振机器里睡觉，然后检测睡眠状态和血氧水平。结果显示，睡着的时候，大脑里的血氧浓度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血液和脑脊液交替性流进流出大脑。醒来的时候，血液和脑脊液的振幅都比较小，脑脊液没办法进入大脑。如果你感觉记性不好了，表达能力变差了，注意力分散了，就得注意了，这些都是老年痴呆的前兆。3. 记忆力变差。说睡眠对记忆力的影响，我们得先了解睡眠周期。其实我们的睡眠并不是一觉到天亮，而是按照非快速眼动睡眠到快速眼动睡眠这一过程周期性进行的，每个周期90分钟左右，简称 R90。一个完整的睡眠大约需要4到5个 R90 周期。而在这些睡眠周期中，你的大脑要处理3项关于记忆的事物。1. 在快速眼动睡眠中，大脑把发生的事情、学到的知识扎根到脑海里。2. 在第一个 R90 的非快速眼动睡眠中，大脑会把无关紧要的记忆从大脑中剔除掉。3. 在入睡和黎明前的浅度非快速眼动睡眠中，大脑整理记忆并且固化。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插花，插着花枝修剪枝叶，然后设计成不同结构的形象。4. 免疫力降低。大脑控制着体内激素的平衡状态，比如与睡眠紧密相关的生长激素、性激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已经悟出了什么东西，睡眠不足真的影响正常生活。另外咱们都知道，免疫力跟激素的分泌有关，睡不好免疫力会以可见的速度下降，而与免疫力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提高，比如感冒甚至癌症。有研究报告显示，即便打了流感疫苗，如果睡眠紊乱，疫苗就会失效，打了也白打。所以睡眠就像保养车一样，长时间不保养，再加上可劲造，没准会3天一小修，5天一大修。5. 心理健康。熬夜不仅伤身还伤心，还是美国 Sleep 杂志在2019年做了一项实验，找来一群习惯晚睡的夜猫子志愿者，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周内睡眠时长不变，只是把睡觉和起床时间提前2到3小时。3周之后，这些人的抑郁和压力指标明显降低了。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会诱发皮质醇等应激相关激素的释放。这些应激激素会通过体液循环回到大脑的情绪相关区域，比如杏仁核、海马体和下丘脑，与相应的受体结合，从而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怎样才能睡个好觉？并不是睡得多睡眠就好，很多小伙伴虽然一觉睡到中午，但还是昏昏沉沉，这是因为决定睡眠质量最关键的是刚开始的90分钟。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这本书提到，你刚入睡几分钟后会进入最长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个时间会持续90分钟左右，是释放压力排出废物的关键时期。然后是几分钟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就是第一个睡眠周期。后面的睡眠周期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的深度会逐渐变浅，只要第一个睡眠周期能安然入睡，没人打扰，即便睡的时间短，效果也还是能得到最大保证。第一步，打造黄金睡眠90分钟。要想睡个好觉，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造睡眠的黄金90分钟。当晚上你感到困意的时候，就不要强撑再玩一把再看一集了，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强撑过这一段之后，咱们会发现自己不困了，这个时候再去睡觉就很难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这是因为第一个睡眠周期不顺利，自律神经会失调，致使白天活动的激素分泌也会紊乱。每天维持固定的作息时间，形成习惯，昼夜节律就会在固定的时间告诉你该睡了。但是对很多小伙伴来说晚上吃鸡加班是常有的事儿，这该怎么办呢？不要把时间往后推，而是困了就先上床睡90分钟，顺利度过黄金时间之后，再起来加班打游戏。第二步，提高黄金睡眠质量。正常人躺床上一般8分钟左右就睡着了，如果你必须靠数羊才能入睡，睡眠质量一定大打折扣。如何提高黄金睡眠的质量？这里有2个关键词：体温和大脑。我们都知道，睡着的时候体温比醒着低，而体温包括体表温度和体内温度。当体表温度与体内温度的温差小的时候，有利于热量从毛细血管密布的手和脚释放出来。所以调节体温的关键在于缩小体表与体内的温度差。这里有2个方法：一、睡前90分钟洗个热水澡或者泡脚；二、调节室温在20到25度之间。其次是大脑。其实如果你睡前刚游戏下线，恐怖片刚看完，也不能很快入睡，因为大脑还处于活跃状态，所以我们得设置开关让大脑提前待机。也有3个方法：一、单调开关，就是看你觉得无聊的内容，比如不喜欢英语就去看英语书。2. 熟悉开关，大脑对熟悉的环境有安全感，所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睡衣、同样的室温和照明都很重要。3. 放空开关，如果白天的琐事影响大脑，不要强迫忘记，而是回想一下，理清思绪，也可以写下来或者冥想。通过上面2步，你再也不用白天咖啡因晚上褪黑素，而是像可以掌控睡眠一样，躺下就睡着，起床也不用闹钟催。
睡眠占了我们一生中1/3的时间，而且会影响剩余的2/3。曾经有过调研，世界上顶级的小提琴家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成就，睡觉是仅次于刻苦练习的关键因素。所以，如果你要掌控人生，那就先睡个好觉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2年多没工作了，也没觉得哪里不对。每天只吃2顿饭，解决食物就是解决一切。每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一年也就工作1-2个月。这是一位躺平学大师通过自身实践言传身教，给广大网友分享躺平心得和理论。他的文章《躺平即是正义》也一度引起热议，而他本人也被网友奉为躺平学大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最近又爆红的话题——躺平。为什么用又这个字呢？因为躺平在去年就跟内卷这个有内卷的地方就有躺平。最近某位主持人对房价和就业问题发表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评判，引发了众怒和群嘲，也把躺平话题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要知道，在之前他的点评就代表着权威，可惜这次也翻车了。这位权威的社会良心竟然不为我们年轻人发声了，不会吧？当然还有一些大佬们也在苦口婆心地告诫年轻人，说你们不能躺平，得支棱起来，应该讲奋斗精神，应该追求精神财富。但其实他们越是担心年轻人躺平，也越是让人怀疑他们的用心不单纯。这究竟是长辈们对年轻人的怒气不争，还是资本家们对既得利益损失的担忧呢？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可不敢胡说啊！与其说大家佛了丧了不努力了，倒不如说是换一种姿势对抗内卷。这也传递了一种信号，内卷现象真的很严重，卷不动了才选择了可耻但有用的方法。之前咱们也聊过内卷，说它无处不在，一点都不夸张。关于内卷的话题，微博有6.9万个讨论，2.9亿次阅读，涉及到升学求职、婚恋育儿、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学毕业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跟自己竞争基层岗位，没办法，每年高考人数都不断攀升，今年达到了1078万。跟这么多大学生竞争，你要不拿点本事出来，人家凭什么选你呢？当然内卷还能理解，可是现在的鸡娃们也没好到哪儿去，上幼儿园都要排队，而且不是说你通宵打地铺就行了。像上海蒙特梭利这种高级幼儿园，排队都排到1年以后了。你以为卷从娃娃抓起就完事儿了吗？人家都是从娘胎抓起，不然为什么上万的胎教课还有一大批人抢着听呢？当然了，这届年轻人也在不断升级的内卷中寻找对抗的方法，躺平就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封面新闻发起了一个你是如何看待躺平的投票，24万人参与，其中10.4万人选择了我累了，坚决躺平，7.7万人选择偶尔躺躺也好，只有1.6万人选择绝不能躺。大家变聪明了，与其拼得头破血流，到头来被割韭菜，倒不如就地躺下。想要割我，那你得先把我扶起来。开头提到的躺平学大师就躺得很彻底，一天2顿饭，1个月200块，没钱了打零工，心情好了去横店演死尸，换个地方躺，还躺着把钱挣了。不过要说那些躺平的大神们，日本低欲望社会下的蛰居族可能更有话语权。前段时间，一位日本宅男因奇葩的生活方式引发了热议。这位39岁的男子失业3年，自称0元维持生计，着实令人惊讶。他也分享了自己的生存技巧，平时通过做问卷调查等方式赚取积分，在各种商店、餐厅领取免费的食物，兑换到值钱的东西就放到二手平台上卖掉。另外，他也会帮助一些朋友跑腿做家务，在朋友家轮流借宿，就连穿的衣服都是朋友施舍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奇葩，但日本像这样的人至少有100万人。在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地产崩盘，通货紧缩，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持续低迷。现在不满35岁的日本人打记事起就面对失落的20年，他们不想像父辈那样为债务风险穷其一生，于是很多人降低欲望，宅在几平米的单间公寓里，不工作不外出，吃自己或者啃老。国内也有一些躺平的大神，而且在躺平这个词还没流行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践行了，那就是三和大神。在距离深圳市中心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个叫三和的人才市场。很多人在这里做日结零工，干1天玩3天，喝2块钱的大瓶青蓝，吃4块钱一碗的清汤挂面。有些人还租个房子住，有些人索性常住网吧。他们厌倦高度重复的工作，没有未来的生活，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网吧打游戏、看电影。且不说这种躺平方式是否合理啊，至少跟这些大神比起来，我们所说的躺平可能只是入门级。第一种，彻底躺平，就像日本蛰居族一样，躺在家里不工作，靠父母养活，没有富二代的命，却得了富二代的病。除非家里有矿，不然我个人不太认同这种躺平方式，把压力转移到父母身上，着实不应该。
第二种，间歇躺平，就像开头提到的躺平学大师和三和大神，不管怎样，至少自己养活自己，不买车不买房，降低自己的欲望，有吃的穿的就行了，追求的是活在当下，自在潇洒。第三种，精神躺平，这应该也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的躺平方式，认清了社会现实，放下了思想包袱，我不追求功成名就，把自己的欲望安放在一个合理的舒适区，无论大佬们怎么洗脑，我都毫无波澜，反正别想割我，打工可以，但我心里很清楚打工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不是他们画的饼。第四种，虚假躺平，这种人很气人，就是表面上跟大家打成一片，背后却暗自发力，偷偷内卷，心想你们都躺平了，那竞争力就小了，我就可以悄悄甩掉你们。当然，这种人对于前三种来说，只能得到一个回应，那就是关我啥事儿，我已经躺平了。如果现在还有人觉得躺平丢人可耻，可能他们对躺平有一些误解，因为早在《道德经》里，老子就已经在教大家躺平的智慧了。名于身孰轻，身于祸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后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你看，知足常乐，清静无为才是长久之计。关于如何躺平，我个人最支持第三种姿势，精神躺平。精神躺平不代表消极和放弃，而是躺着冷静一下，思考一下，能够辩证地看待社会价值导向，对成功的标准有多元的认识和定义，并不像成功学灌输的那样，年薪7位数，住豪宅开豪车才是成功。你说你是成功人士，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儿，我要是信了你的话，只会让你更有钱。勇于选择自己认为舒适的生活方式，并且实现了自身价值，就是我们定义的成功。我们之所以感到压力和焦虑，一部分来自于无序内卷的竞争环境，另一部分则是被自己不断抬高的欲望。外部环境改变不了，至少可以从内部着手，降一降欲望，就能发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所以正确的躺平是合理的降低某些方面的欲望，转而追求更符合生命真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物质追求。如果被世俗的消费观裹挟，那咱们肯定是挣得越多花的越多。月薪5000的时候，你会跟别人比谁的衣服时尚；月薪5万的时候，你会跟别人比谁的包包稀缺。总之，你的衣服包包不是用来穿和背的，都是用来卷的。精神躺平了，你就会发现衣服简单舒适，能蔽体，能保暖就可以了。别人穿的什么关我啥事儿，我穿什么关别人啥事儿。再比如职场竞争，如果跟别的奋斗逼一样，你加班到10点，我就加班到12点，到头来咱俩进了 ICU， 老板在家数钱。精神躺平了，你就会发现挣钱养家只是工作的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挥和提高能力，实现自身价值。有了这个价值，到哪儿躺都能挣到钱，我何必被你打鸡血画大饼呢？德国哲学家阿多讷说，自由不是在黑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可以放弃这样被规定好的选择。精神躺平更像是智者应对内卷的一种生活哲学。当别人在不断内卷中消耗的时候，我把时间精力转移到我该关注的地方，比如成长、健康、家人。所以他卷任他卷，躺平不丢脸。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晚上10点，我今天一定要早睡。11点，太早了睡不着啊，不如开黑一把。12点，刚刚太激动了，稍后视频缓缓吧。凌晨1点，表坏了，怎么就1点了？凌晨2点，睡了，我发誓下次一定早睡。熬夜似乎已经成了年轻人的通病了。有熬夜习惯的小伙伴弹幕1，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熬夜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在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同时，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这一点从熬夜同胞们网上搜索的榜单中可见一斑。根据度娘的搜索大数据显示，凌晨3点不睡觉的人在网上搜索的问题 Top 10： 1. 养生的方法有哪些？ 2. 失眠怎么办？ 3. 熬夜有什么危害？4. 失眠如何快速入睡？5. 脱发的原因。6. 黑眼圈怎么消除？7. 熬夜用什么护肤品？8. 辞职不干了社保怎么办？9. 考前焦虑怎么缓解？10. 抗衰老护肤品排行榜。大家的立场很统一，都抱着我还能抢救一下的心理，不断的试探熬夜危害的下限，熬最深的夜，吃最好的补品，敷最贵的面膜。熬夜不仅伤身还烧钱啊！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些影响，肥胖、黑眼圈、伤肝伤胃、增加患癌风险等，最近我发现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大爷，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啊。马什么梅啊？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好嘞。好嘞。
这难道也是熬夜的锅？在经过一番搜索查询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实。根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在2019年首次拍下了人类睡眠时大脑清洗的过程。在这个图片里，红色是血液，蓝色是脑脊液。血液周期性的流出大脑，脑脊液趁机涌入，消除毒素。而消除的毒素包括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如果在65岁前发病，就是早老性痴呆。所以不要觉得年轻就可以放纵自己，这个洗脑的过程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完成。熬夜醒着的时候，脑脊液没办法进入大脑，也就没办法给你洗脑。看来脑袋进水是个好事儿，所以早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吧，不然真的会变傻。这项研究其实在2013年已经有小鼠实验证明了，在小鼠睡眠的过程中，大脑像贝塔淀粉样蛋白这样的毒素是会被脑脊液清除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进行？科学家们又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13个人戴上脑电帽，在核磁共振机器里睡觉，脑电图会显示一个人处在哪个睡眠状态，而核磁共振会测量血氧水平，显示有多少脑脊液流进流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面，绿色是血液信号，紫色是脑脊液信号。睡着的时候，大脑里的血氧浓度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血液不断的流进流出大脑，而在血液流出大脑的同时，脑脊液就会趁机涌进大脑，给大脑洗澡。醒来的时候，画面则是这个样子，血液和脑脊液的振幅都比较小，脑脊液没办法大量进入大脑，完成清洗工作。另外，咱们之前在睡眠革命中提到过，我们每晚睡眠大约是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90分钟，又分为4个阶段：似睡非睡、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科学家们发现，在前面的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脑脊液信号每20秒就会发生一次大振幅的流入波，所以理论上非快速眼动睡眠在睡眠周期中的占比越大，洗脑的时间就越长，清洗越充分。而由于在较早的睡眠周期中，非快速眼动睡眠周期占比更大，较晚的周期中，快速眼动睡眠占比更大，也告诉我们早睡才是保养大脑、避免变傻的良药。有小伙伴可能会说，谁都不想变傻，但是我就是睡不着，你把问题抛出来，没个解决方案啊。其实我们在上面凌晨3点搜索最多的问题中能看到，熬夜的年轻人要么是失眠被动熬夜，要么是玩游戏刷手机主动熬夜。如果由于工作导致每天熬夜到凌晨2点，我建议为了自己的身体换个公司吧，钱再多也顶不住在 ICU 里烧啊。要让主动熬夜的人早点睡觉其实挺难的，就像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他们可能也清楚熬夜的危害，但由于时间贴线的影响，降低了对长期熬夜危害的感知。毕竟这些风险看不见摸不着，还不能量化，跟当下的即时快乐比起来，灰犀牛还很远呢。这里我建议可以把熬夜的危害量化，把二者的关系具现化。你就这么想，我每多熬夜1天，头发就多掉20根，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概率就提高 0.1%。当然这个数字是我瞎掰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没关系，这样一来，熬夜和掉头发、阿尔兹海默病之间的关系就具现化了，就可以降低时间贴线的影响，减少熬夜的次数。被动熬夜的人原因可能更复杂，学习、工作、生活、情感等等，甚至可能是网盘吃撑了，电影看嗨了。很多人有服用褪黑素的习惯，但作为一个保健品行业的运营人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建议。因为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甚至影响女性生育。别听商家说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鬼话，他们自己都不吃的。其实人们身体本身是可以分泌褪黑素的，这个跟光线、温度等因素有关。睡前90分钟开始准备，关掉手机，调暗灯光，避免光线对褪黑素的抑制，同时阻断各种消息的打扰。卧室温度调整在18度左右，更利于入睡。可以利用睡前时间整理卧室，准备明天的衣物。如果白天繁琐的事情让大脑无法放空，那就回想一下，理清思绪，也可以写下来或者冥想。轻微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但不要过度。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可以帮你更快入睡，睡眠质量也更高。最后还想啰嗦2句，身体是自己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调侃熬夜梗的同时，还应该清楚认识到，熬夜的危害是可以预料，也近在咫尺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惜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喜欢吃甜食、撸烧烤、喝饮料、炫肥肉，那一定要注意了，垮掉的身体会制服每一个管不住嘴巴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那些让我们欲罢不能的美食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们的身体的。在一部关于糖的纪录片中，有位叫呆萌的孤勇者，
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来验证糖对身体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实验前，他是一位饮食合理的戒糖人士，但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他做了一个害人又害己的决定，每天吃40勺糖，坚持60天。40勺糖大约是160克，你可能觉得这个量大得惊人，但事实上这只是澳洲人的日均糖分摄入量。为了保证准确性，实验前呆萌做了个体检，数据显示他非常健康。另外，在实验中他保持着跟实验前一样的运动量，也不吃冰淇淋、巧克力等垃圾食品，只从公认的健康食品中获取糖分。结果第一天他就有了惊人的发现，早餐1杯营养麦片，几勺低脂酸奶，半杯苹果汁，已经摄入了将近20勺糖。就这么一顿只能吃个半饱的健康早餐，竟然已经消耗了1半的糖分预算。所以并不是只有垃圾食品含糖量高，那些看似健康的低脂食品其实也是糖分黑洞。因为要保持口感，商家同样会在这些食品中加入很多糖，比如在一杯普通麦片里加入10勺糖就成了营养麦片。吃了12天的健康食品后，呆萌的体重增加了6斤，啤酒肚逐渐明显，内脏也囤积了大量脂肪。更严重的是，在第18天时，他被告知肝细胞正逐渐损坏或死亡，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脂肪肝的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糖进入人体后发生了什么。一般我们摄入的糖会变成葡萄糖和果糖，它们进入肝脏后，葡萄糖会转化成能量以供身体使用，但果糖就不一样了。肝脏没有处理果糖的机制，多余的果糖就会转化成脂肪，一部分脂肪留在肝脏，让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另外一部分脂肪会排到血液中变成甘油三酯，增加堵塞血管的可能性。这还没完，在我们大量吃糖的同时，胰岛素会释放到血液中，胰岛素让细胞优先吸收葡萄糖而不是燃烧脂肪，一来二去造成的结果就是果糖增加了体内的脂肪，胰岛素又阻止身体消耗脂肪，我们也就顺理成章的越来越圆润了。另外，作为甜蜜陷阱的幕后推手，食品公司会通过大量的实验来测试最符合大众口味的甜度，还把这个甜度命名为极乐点，让人们对他们的产品产生依赖性。这当然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当我们吃了甜食之后，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一旦你习惯了这种能带来快感的食物，再去吃普通的蔬菜，就会觉得跟吃草一样，因为这个时候多巴胺处于抑制状态，你只有再次吃甜食才能刺激它并带来快感。所以你吃的甜食越多就越想吃，越想吃就吃的越多，在糖衣炮弹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一到夏天，啤酒烧烤简直就是绝配。但你知道吗？吃一次烧烤比一顿正餐摄入的嘌呤多10倍以上，一瓶啤酒能够让体内的尿酸升高1倍。之前我并不知道嘌呤、尿酸这些概念，但我朋友的一次经历让我彻底了解了他们的厉害。朋友就喜欢火锅、烧烤、啤酒这些，每到夏天都是大金链子小手表，1天3顿小烧烤。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走不动道了，送去医院才知道高嘌呤饮食造成的痛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这是尿酸的化学式，是不是很像一只乌龟？但它可没有乌龟那么可爱。尿酸是人体内嘌呤化合物的最终代谢产物，80%是由体内正常的细胞代谢产生的，另外20%来自于膳食性嘌呤化合物，也就是吃进来的。身体每天都会产生尿酸，也会通过肠道和肾脏排出尿酸，让内环境处于一种稳定的动态平衡。但当我们吃高嘌呤的食物时，产生的尿酸没法及时排出体外，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比如动物内脏、海鲜、肉类这些烧烤常客，简直就是嘌呤炸弹。特别是鹅肝、鸡肝这些，吃它们就像是往身体里注射尿酸。血管中的尿酸含量超标就是高尿酸血症。如果尿酸老老实实在血管中待着，高尿酸血症问题不大。但偏偏有一部分尿酸不老实，跑到血管外，还跟外面的钠离子勾搭在一起，形成尿酸单钠结晶。这可不是什么善茬，它是一种锋利的针状晶体，如果沉积在关节处，就形成了痛风性关节炎。那种感觉按我朋友的说法，就像是一把小刀在关节处刮来刮去。如果沉积在肾脏，会形成尿酸性肾结石，导致痛风性肾病。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高尿酸并不常见，的确，在之前这种病被称为宫廷病，因为痛风常见于欧洲宫廷，那些贵族们生活奢靡，大鱼大肉可劲造，普通人想得也得不上。不过现在，痛风已经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2大代谢类疾病。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显示，中国大约有 1.7 亿人患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 13.3%。诱人的红烧肉、酥脆的炸鸡、香甜的奶油蛋糕，有几个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
人们对高脂食物的偏爱绝对不只是口舌之欲，而是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因为在碳水、蛋白质、脂肪这3种营养要素中，脂肪的能量密度最高。数千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如果以低能量密度的食物为食，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觅食和进食上，在这期间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显然是不利于生存的。所以从远古时期，高脂食物就是人类填饱肚子的最佳选择。但到了现代，获取食物不再困难，过剩的脂肪开始给人们带来肥胖、脂肪肝、高血压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不过下面咱们要讨论的高脂食物对身体的影响，或许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地方。2019年，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高脂食物会导致大脑下丘脑区域的紊乱。这个区域的主要作用是调节体重和保持代谢平衡。研究人员给小鼠进行了3天的高脂饮食后发现，它们大脑小胶质细胞中的线粒体明显减少。线粒体是细胞能量来源的仓库，也就是说，细胞对能量的利用率降低了。另外，这一变化也导致了下丘脑出现了炎症信号，它会刺激小鼠吃更多的高脂食物。所以，一方面是身体对能量的利用率降低，导致大量的脂肪堆积在体内，造成肥胖；另外一方面也从神经角度影响我们对食物的食欲，就是饿了总想来点炸鸡、肘子等油腻食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就像是被脂肪劫持一样，明知道多吃无益，眼看着越来越胖，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还没完，同样是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高脂饮食，结果发现小鼠表现出明显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还有学者把这个实验时间拉得更长，他们为小鼠吃了30周的高脂食物，然后对他们进行认知能力测试，结果发现小鼠变笨了，他们的认知能力明显下降。所以高脂食物是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的诱因之一，而且已经有研究表明，这种疾病确实在肥胖人群中的发病率更高。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在研究中发现，高脂饮食大大增加了肠道中细胞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从而诱发肠癌、结肠癌等肠道癌症。谁能想到，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癌症，竟然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中。既然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有这么多危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对这些食物欲罢不能呢？说到底，垃圾食品更容易让人们上瘾。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允许老鼠在糖水和可卡因之间自由选择，大多数老鼠都会选择糖。而且即便已经对可卡因上瘾的老鼠，只要向它提供了糖这个选项，它们也会迅速改变上瘾对象。另外，由于这些食物的易得性，随便一个路边摊都能找到这些3高食物，所以受它们影响的人群数量可以说比烟酒还要多。所以要健康又要身材的小伙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巴。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公认最健康的饮食习惯——地中海饮食，高纤、高钙、抗氧化，按不同的频率和分量来分配各种食物的摄入。以橄榄油作为脂肪来源，每天吃谷物坚果和蔬菜水果，每周吃适量的鱼和乳制品，像红肉、甜点这些，偶尔吃1次就好了。之前我也觉得年轻就是资本，但过了30岁才意识到，这个资本其实是应该去珍惜的，而不是像跟他有仇一样赶紧败光败净。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关注身体，或许这个资本能够供我们消耗很久，一直到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